从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，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拜访这里。我们到合掌村了，我们超幸运的，刚还是下大雨那样子，然后一路过来会担心说会不会下大雨就看不到，然后到这里是刚好下完雨，雨停了，然后雾在山间这样子环绕着小木屋，小草屋。我们一上来合掌村这边呢，就先到展望台，然后等一下才会下去看它的建筑。一下停车场后面这个大的茅草屋竟然是厕所，连厕所都做这种形状的，也太美了。他们真的很注重整个环境的氛围。以前还没有这种吊桥，然后合掌村他们说是当初那个一个落难的将军为了逃避人家的追杀，然后所以才搬到这种深山里面这样子。你可以想象，完全没有这些吊桥，然后那些小村落又隐藏在树里的时候，其实是真的超隐秘的。最一开始的时候是从图片上认识的合掌村，一片白雪中，三角形的小木屋，宛如在童话书中的场景，深深吸引了我的目光。现在我就踏在图片中的世界里。虽然还没有到白雪皑皑的季节，但这一刻我已经是童话世界的一部分了。这个小小间的上面写米跟什么东西，应该是一个米仓。像这种上面屋顶的颜色是比较浅的呢，它就是有换过屋顶。然后像这种是已经有青苔，然后颜色也比较深的，就代表他们这个用比较久了。这里面可以进去参观，我们来看看传统合掌村里面的建筑。哇，传统的楼梯真的很陡。这里有介绍一些他们传统的生活，旁边放一些他们传统时候的用具，农业生活的时候用的一些鼓风机啊，那些东西放在这里。从这个窗户看出去超漂亮的。这个传统建筑里面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真的旁边有在烧东西，还是传统的那个可能取暖的烟的味道，就是已经附着在它的建筑上了，所以走在里面有一种就是炭火的味道，就是有点烧稻草的味道在这个房子里面。一楼有在一楼，我们刚刚付钱的那个地方，它本来就有在烧那个炭火，所以那个味道是从那边来的。哦，我的误会，一楼真的有在烧炭火，我还想说这个炭火味道也附着得太严重了，因为里面的建筑，它的那个木头啊、梁啊地方，全部都已经被烧得有点黑黑的感觉。这边有免费帮忙拍照的地方，你可以跟他们传统的帽子，那还有这只沙鲁波波一起拍照。我们刚刚也去拍了一张照，这是我们刚拍的照片，真漂亮。来，他们的3楼，哎呦，3楼的地板。3楼的地板是细细的横条，然后上面再铺这个，那踩起来有点小小的害怕，透视的感觉哦。就是这个阁楼好像是当蚕棚，就养蚕宝宝哦，然后抽它的丝这样，所以中间这一段就是他们当初养蚕的道具。我们已经在最顶楼了，这样升上去就是它的阁楼了。最顶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个尖尖的地方。它这里有这样标明出来这个结构的名称，要请看得懂日文的来帮忙翻译了。这个是不是就是它屋顶的内部了？你看最底下是很粗的芦苇，然后上面再是细的这样子。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，然后他们固定的柱子竟然也是用这种草编的这样子绑起来。从侧面看这个屋顶的边缘，很惊讶，他们竟然可以这样堆成很厚的屋顶，像一层一层堆叠这样。从这个阁楼看出去，
可以看到整个村庄的风景，很不错哎，还蛮推荐大家如果来合掌村来这个明善寺的这一个逛一逛，可以了解里面的建筑之外，从这边眺望出去的风景也非常棒。从1楼这边绕出去到他们的走廊是像这样子，他们走廊预留的空间是很宽呢，其实住在里面感觉还算蛮舒服的耶。我们这样子一路走到他的本堂。这句招听制的。哦，它上面放一个大这一块木板已经被熏的都是焦油，这样看这个绳子上面也全部都是指尖的痕迹，超级多焦油。因为全部都是木造跟草做的房子，所以到处都看得到这种小心用火的标志。我们在墙上发现这一条超长的，难道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是武器吗？超难发现的，因为都全部被熏成一样的颜色。下雨了。这就是我们刚参观的建筑，这样连过来，然后可以参拜的那个区域——明善寺。下雨了，我们刚听到一个像是庆典传统乐的声音，我们现在绕过来看看。这里是白川八幡工程社。我们刚好巧遇他们正在办一些祭典，我们还蛮幸运的来这边，然后刚好看到人家在办一些祭典，可以来参加他们这种氛围。这里有一个卖纪念品的店，不免俗的还是要来逛一下纪念品。小化妆包，合掌村的刺绣，这里有很多飞陀的宝宝，假如波波，小扫帚怎么感觉会很厉害？这里有一个蛮厉害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大概只有走了半边的，这样算是左半边的合掌村，我们的时间不够，我们逛完整个。但是感觉是非常好，我们冬天一定会再来一次。今天是一个大致上的巡礼初见面。我们现在到了兼六园，然后我们今天的午餐呢也会在兼六园来吃，然后吃完之后会在园内再逛一逛，走走逛逛。兼六园入园是要有收费的，我们先跟着大家一起去吃饭。从这里下去，就我们今天的餐厅。今天的午餐是一个一个 set， 这样子算是怀石料理吗？有点那种感觉哦。蛮可爱的。这整个兼六园呢，都是人造的，所有的自然景观都是人造的，其实蛮厉害的。这个那么大的区域，然后这么多奇形怪状的树，这样那么大的一个院子，全部是一砖一瓦这样造起来的，是很惊人哎。这里的松树都超级大的，然后各种形状，超级漂亮的。当初盖这个院子的时候，他们种这些松树也还是蛮有巧思的。走在这里面，感觉虽然人造的，就是会有人造的那种精致的感觉，跟野生的森林还是不太一样，不会像野生森林这么可怕嘛一种悠闲的森林感觉。每次看到这种很大的树啊，都会想说，到底是多少的时间、多少的耐心，他们才能够这样慢慢长成这么大一个树？这样，这是第13
代的番主种的。这些松树它都是特别经过它们的雕琢之后，才能够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形状。这一棵就是它小的时候被放在比较高的土壤里面，这样它长根之后外露之后就变这样，所以就有一个特别的形状。这个明治纪念碑是为了纪念1887年西南战役中战死的本地战士而纪念的碑。日本最古老的喷泉，它是利用它自然的高低差，从跟湖水的高低差制造出来的喷泉。这也是要付钱进去才能看的展。我现在到庭园外面，这个里面太可惜不能拍照了。它里面除了他们的书信、服装，然后还有当时候他们使用的一些用品啊、烟草盆啊，除了他们的庭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造景用心之外，他们室内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去看得出来他们当时候生活的样貌。光逛这个院子就可以知道这一家真的是家世显赫的名门望族。我刚逛在那个它里面的宅邸，逛到我从另外一个门走出去，想说，怎么这是哪里？这样逛到迷路是怎样？虽然我本来就是一个会迷路的人，但是这里真的还蛮大的。现在我们来到兼六园旁边的金泽城。金泽城它最大那个天守阁，听说是已经被炸毁了，就是只剩下看它的城墙那些的构造了。这样仔细看那个城墙，就会发现有些地方是比较接近凹凹凸凸的石头，然后有些地方切得超级工整。然后这应该是重建的关系，但有些石头看起来不太一样。你看往里面的石头都是这种，很像是切割得很平整的。在里面这样子绕啊绕，真的是没有看到天守阁。原本它一个地方有这么大，然后有这么多东西，但现在只剩下外墙而已。然后这边这些施工的地方，是不是就是原本天守阁的地方呢？这里是要盖美术馆，虽然那个天守阁已经消失了，就看不到那个天守阁，但是进来看这些城墙或什么，还是感觉以前人盖房子的工艺还是蛮厉害的。那不只是盖城墙这样子功能性的，它上面的装饰啊什么的，该有的他们还是会去做这样。现在我们到东茶屋街，东茶屋街离刚刚的那个金泽城其实很近，比起昨天的那个高山老街的话，是比较更观光一点。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什么可以买的呢？金平糖呢，很可爱耶。金泽这边什么东西都要金箔，金箔狗脸，金箔敷脸的，我不要。被这个蓝色的吸引。这里面是像一体的设计耶。这一间博一就是很多人在这边吃金箔冰淇淋。来进去这家博一看看，金箔敷脸，这边有一些金箔的机器。吃看看金箔冰淇淋。我嘴巴上是不是都有金箔？没错，冰淇淋本身蛮好吃的，只是金箔没有什么味道，就是一种奢华的味道。吃金箔冰淇淋，请记得一定要站在它店附近吃。我们刚走到它的旁边去吃，那也是不行的。大家来这边要吃东西，记得在它店那边吃完哦，要当乖宝宝哟。站到旁边也是不行的哦，旁边一点点都是不行的哦，要在它的屋檐下。现在我们要来买导游推荐的乌骨鸡蛋冰，这个是用乌骨鸡蛋做的冰淇淋，然后撒这个碎碎金箔也很可爱，听说口感不太一样。好浓的鸡蛋味哦，最好吃哎！吃完金箔冰，每次都会这样，金箔嘴唇。我们的下一站要去金江町市场，它就在我们的眼前了。
哇，看起来好像我们来的时间有点晚，都已经关店了。再放一个日本老歌了。这是一个室内的鱼市场，那走起来感觉让我想到那个黑门市场那种概念。我们还在继续跟着导游往前走，看看有没有开的地方。毫无悬念的感觉了。记录，因为鱼市场里面的鱼关店了，大家看到水果还是很捧场的买了水果。水果店老板突然生意超好。我们这一趟的日本中部行程在这里告一段落啦。这次的行程，我们从如水墨画一般的雨晴海岸开始，再到白雪跟枫红相映的立山黑部，被誉为神之降临地的上高地，最后是凝结时光的童话乡合掌村。如果你还没有跟上这一次的旅程，就到我的频道去看看吧。那我们下次旅行见。